我借着酒意向校霸表白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啧啧开口：“你太纯了，没意思。”于是我化着浓妆，穿着短裙，学着妩媚。可校霸却把我推到别人面前，说：“好学生该和好学生玩，乖，别缠着我。”心灰意冷时，金贵毒舌的校草替我擦掉艳丽的口红，似笑非笑，我就喜欢纯的，和我试试。后来校霸想换口味时找到我，我一身白裙被校草按在秋千上亲吻。校霸看到，双目赤红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怕耽误你。我一本正经的点头，好学生就该跟好学生玩，谈恋爱也是。高考后的班级聚会，我无数次偷看斜对面的周烨，一毕业他就去打了唇钉，剃了寸头，整个人透了一股刚毅不羁，一看就很不好惹。突然周烨扭头看过来，视线和我在半空撞上，我立即假装没看见，扭头和身边的同学说话，但余光仍留意着他。但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叫我的名字。孟福，你偷看我10几次了，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脑袋一下空白。周遭静了一瞬，随即同学们爆发出各种哄闹声。有，孟福喜欢周哥呀！我作证，他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偷看周哥。那这不得快点表白呀！表白！我急忙解释，我没有，你们别乱说。我心口砰砰狂跳，虽强装镇定，可脸上的红骗不了人。反观周烨，似笑非笑，怡然自得。最后我受不了这种哄闹，匆匆找了个借口去上厕所。闺蜜陈瑶追了出来，我觉得你要表白就今晚，我听说一毕业好多女生上赶着给周烨表白，你可得抓紧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一紧，可是我不敢。陈瑶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借酒壮胆不会吗？然后她给我买了几瓶啤酒，来，我半推半就将那又酸又难喝的啤酒灌了下去。渐渐的，我感觉有些飘飘然了。陈瑶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帮你把周烨约出去，这样就算被拒绝也不会太难看。”我迟钝地点了点头，蹲在角落里，我心里万分紧张，手里的啤酒瓶拿也不是放也不是。不多时，我面前多了一双皮靴，我仰头看过去，看到周烨双手插兜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陈瑶说：“你有事找我。”我紧张地蹭一下站起来，嘴里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，支支吾吾。周烨见我不说话，有些不耐烦：“没事，我走了。”我心里一急，加上酒意上头，便不管不顾地开口：“周烨，我喜欢你。”周遭似乎安静下来，我只听到自己鼓跳如雷的心跳声。好半晌后，呵，周烨低笑出声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听到他说：“你想和我做？”啊，我一时没听懂什么意思。他索然无味般啧啧摇头：“你太纯了，没意思。”说完，他扭头就走。我急急地喊：“那是不是我妩媚一点，妖娆一点，你就能喜欢我了？”周烨停下，回头饶有兴致地开口：“你可以试试。”当晚，我网购了许多性感的裙子，连夜茶叫成练习化妆。1个星期后，我的化妆水平大大提升。我鼓起勇气给周烨打了电话：“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饭。”电话那头，周烨声音微喘：“去哪儿吃？”我已经提前查好攻略，城南那家私人菜馆，环境清雅，菜品丰富。我记得你很喜欢那家的糖醋鱼。说完，周烨许久没有回应，那边安静极了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喂，周烨，你听得到吗？好一会儿，周烨的声音才从听筒里传来，有些哑。刚不小心按到静音了。吃完饭之后呢？他这意思是答应了。我心里涌出丝丝期待。我们可以去江边坐坐。然后周烨突然打断我：“知道了，我还有事，挂了。”他挂了电话。我盯着手机里他的名字，有些出神。怎么感觉他怪怪的？他平常说话不这样的呀？生病了吗？明天问问吧。为了明天的约会，我试了无数套裙子，化了浓妆，争取让周烨眼前一亮。看着镜子里露着大腿和胸脯的自己，看向那张化着浓妆的脸，我觉得好陌生。可一想到周烨喜欢这样的，我又按下了心里的怪异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早早出门，提前点好菜，安静地等着周烨过来。我频频看向门口，周烨来了。可没想到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手里还拉着一个女生。女生穿着凸显身材的包臀裙，卷着头发，五官明媚，一举一动妩媚天成。我的视线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，心口被刺痛了一下。你们，周烨介绍道：“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唐韵，听到有个妹妹要请我吃饭，不放心要跟着。”女朋友3个字将我定在原地，忘了反应。唐韵上下打量着我：“你好，周烨的妹妹。”她眼神意味深长。我僵硬地和她握了握手。一道清润的声音响起：“不是要吃饭吗？”我这才注意到周烨身后还有一个人，是沈彻，那个常年稳占第一的毒舌校草。高3时我曾找他为我补过课，上次聚会他临时有事没来，这次怎么会和周烨一起？沈彻解释，路上遇到了，他说请我吃饭。哦，我点点头，努力掩饰心里的难过酸楚。坐吧，菜马上就上了。周烨和唐韵坐在我对面，沈彻坐在我旁边。唐韵挽着周烨的手臂，视线落在我身上。你是不是刚学化妆和穿搭呀？我还没应声，他就自顾自地点评，你衣服颜色有点丑，和你的眼影不搭，你还有点斜方肌，穿这种吊带的直角肩才好看。而且要露就大方露嘛，挡着干什么？又当又立的。总体来说，这个风格不合适你，不伦不类，挺难看的。第一次穿这种风格的衣服出来，我本来就不自信和别扭，现在又被唐韵这么犀利的点评，脸一下白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周烨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下，勾了下唇，我倒觉得挺适合的，可我并没有被他夸赞的开心，只觉得难堪。这时沈彻突然笑出声来，上下扫了一眼唐韵。那看来你对化妆和穿搭很有心得呀。唐韵还没来得及得意，就听到沈彻说，那你的睫毛怎么跟苍蝇腿一样啊，鼻子还卡粉。
一句苍蝇腿和卡粉，直接把唐韵治得死死的。他急急拿出小镜子来看，沈彻凉凉地说：“尝试不同风格很正常，人生不就是一直在试错吗？再说，你男朋友的眼睛不一直盯着孟福看，他能一直捂着吗？”我本来还在难堪，想找个借口出去，可沈彻这2句话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看对面唐韵的表情，他已经信了。唐韵嗔怒地捶了周烨的胸口：“你看他干什么？有我还不够吗？”周烨没有第一时间哄唐韵，而是看向我身侧的沈彻，挑了挑眉：“看不出来你挺在乎孟福，居然这么为他说话。”沈彻轻笑：“怎么说，我也辅导过他功课，他叫我一声小沈老师，那我总不能让他被别人欺负了去。”两人视线在半空碰撞，我好似看到了火星子飞溅。幸好这时服务员上菜了：“那个，先吃饭吧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我食不知味。我并不知道周烨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，我以为他上次的话是给我一个机会的意思，不然我也不会约他出来，平白让人误会。对面周烨已经哄好了唐韵，他不是坐在周烨腿上，就是靠在他怀里，全程要周烨喂他，娇嗔妩媚。周烨宠溺地纵容着，一举一动都特别温柔。我心口有些憋闷，想出去透透气，就找了个借口出去。到了外面，我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可还是难受得紧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叹息，我惊得回头，看到来人是周烨。这么喜欢我呀？他怜惜地看着我。我垂下眼，昨天为什么不和我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？周烨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带着玩味：“女朋友随时可以换，你想做我女朋友吗？”我愣住，周烨凑近，呼出的热气喷洒在我脸上。我听到他说：“今晚不回家了，陪我去酒店，可以吗？”我大脑轰的一下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懂他的意思。想起表白那晚他说的那句“你想和我做”，还有昨天他不对劲的声音，我一下全明白了。我猛地推开周烨，我不，心里又是气愤又是委屈，还有一丝恶心。周烨啧了一声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我就说：“你太蠢了，没意思，谈恋爱不就为了床上那点事吗？既然不答应，那就别缠着我了。乖，好学生就该和好学生玩，我给你找了个更合适的。”他意有所指：“你说沈彻？”周烨点头：“和他试试，我对你实在没什么兴趣。”我不可置信的后退：“周烨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”后者含笑挑眉，转身挥挥手走了。我不堪受辱，没有再回包间，而是结账后先离开了。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，我满脑子都是刚才唐韵和周烨的话。唐韵以为我要抢她男朋友，所以处处针对。周烨张口闭口就是让我和他去酒店，还怕我纠缠，特意为我找了一个好学生。这一刻，那个一直藏在我心里的美好的背影出现了一丝裂痕。高一那年，学校附近的夜市出现醉汉伤人事件，当时我腿受了伤，打着石膏，人群推搡间我摔倒在地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那个醉汉抓着啤酒瓶朝我走过来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关键时刻，周烨冲出来替我挡住了那个砸下来的啤酒瓶。路灯下那个逆着光的背影，我记了好久好久。那之后，我便一直在关注周烨这个人。他又酷又拽，经常在校规边缘试探。他长得特别好看，去哪儿都会招惹一堆迷妹。他打架还狠，把欺负班级女生的高年级男生打得鼻青脸肿。看着看着，我就陷进去了。可我离他太远了。他高傲不羁，不服管教，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有的只是枯燥的生活和写不完的作业。直到高2分科，我和他意外分到了一个班级，我们的交集好像多了一点，可又好像没有。我胆小怯懦，即使在同一个班级，我也不敢多和他说一句话，只能假装不经意经过他的课桌，余光偷偷看一眼。更多时候，我都是远远地看着他从课桌兜里掏出各种各样的情书，看着各种各样的漂亮女生经过他的座位。眼看着毕业了，我在酒精的鼓舞下跟他表白，可这一接近，却发现人好像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孟福，身后有人叫我，我回头看到沈彻站在树下，树叶在他身上投下一层阴影。一如那年，我因为学习压力太大，躲在学校背后的小树林哭。沈彻不知何时过来，半弯着腰，同学，浇树的用水。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树下，干净的校服 T 恤落下一层树影。得知我哭的原因之后，他笑着说可以找他免费补课。起初我只当这是安慰我的话，直到高考前2个月，压力倍增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厚着脸皮去找了他。他极为耐心地给我补课，还让我叫他小沈老师，我不叫就不教我。沈彻朝我走过来，像初见那样拿出一张纸巾，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亲自擦掉了我的眼泪，还有我嘴上那艳丽的口红。沈彻擦得认真，我一时也没反应过来，没有拒绝，直到他把那张沾满口红的纸巾扔进垃圾桶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孟福，我就喜欢纯的，要不要和我试试？我一顿，你说什么？沈彻上前一步，眼神炙热。毕业聚会那天，我打算向你告白的，但那天家里临时有事，我没去成。后来我听说你和周烨告白了。说到这里，他眼神暗了暗。孟福，他不适合你，我才适合。这句充满占有欲的话语占据了我整个脑子，导致后面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了。沈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周烨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沈彻又何尝不是？3年来稳居第一，直接保送，为人又温和有礼，简直是无数女生想都不敢想的梦中情人。结果现在他说他想和我告白。沈彻闻言有些好笑地弹了一下我的额头。那你是不是孟福？我呆愣的点头。那就没认错。我掐了自己一把，疼的，是真的。我认真地看着沈彻，可是我刚失恋。他煞有介事地点头，给我提建议，走出失恋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我们可以先试着约会，如果相处下来你对我还是没感觉，我不会纠缠你的，我的人品你应该信得过吧？他朝我眨了眨眼，循循善诱。我承认他说的有点道理，可又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然而沈彻没给我机会想清楚，直接拉着我的手往前走。
我记得前面有个商场，要去买身衣服吗？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，重重点头，要。刚才一路走过来，我能接收到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。很快到了商场，我买了一件和平时差不多的裙子换上，有种终于穿上衣服的感觉。小时候调皮，在大腿上留了一个疤，加上爸妈教导女孩子穿衣不能太暴露，容易吸引坏人，所以我一直没怎么穿过吊带和短裙。这次这么穿出来，我真的鼓了很大的勇气。可是，算了，很好看。沈彻刚说完，远处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你们在这儿啊？”循声看去，唐韵挽着周烨走了进来。唐韵暧昧的目光在我和沈彻身上流转。我说：“怎么吃着吃着你们人不见了呢？原来是来这儿单独约会了呀。”孟福，你还是听劝的。我说你不合适那个风格，你立马就换了，语气怎么听怎么不舒服。我板着脸：“你们吃完了呀？那把饭钱一下吧。”我直接拿出收款码。约周烨吃饭之前，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，毕竟1周前的聚会他还单身，而且我请的是他一个人，客不待客这个道理你们应该知道吧？所以饭钱 A 一下。收款码直接对在唐韵脸上，身后的沈彻梅绷住笑出声来，然后找不，我以为是周烨请客，所以他叫我才去的呢。刚才我已经把饭钱给孟福了，作为弥补，我带他来这边买套衣服，毕竟他也不喜欢刚才那身。我煞有介事的点头，一共436，你 A 我109。唐韵扭头看向周烨，晃了晃他的手臂。周烨只是笑着，客不待客，是我的错，我替他 A。唐韵脸色这才好看起来，挑衅的看着我。周烨拿出手机扫了我109，我看着这个数字，眉头一皱。沈彻啧了一声，你成绩虽然没有孟福好，但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应该会吧？2个人是218。周烨意识到他自己也要 A 钱，有些诧异的看向我，我只是点头。于是周烨又给我扫了109，面色不愉。收了钱后，我转身去把裙子的钱付了，却被告知刚刚已经有人付过了。是沈彻。这时沈彻来到我身后，语气含笑，刚才不是说了要弥补吗？我回头看到唐韵和周烨已经走了，这才开口。我不喜欢唐韵那么针对我才那么说的，你不用。话没说完，手机叮咚一声，我低头一看，微信里是沈彻转过来的109。他说怎么能让你吃亏呢？我看着他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沈彻只是笑着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只能点头。到家后，我脑子很乱，一边是暗恋3年的对象到头来发现人品恶劣，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月亮突然低头向我表白，一整夜辗转难眠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是被微信铃声吵醒的。陈瑶给我发了10几条消息，意思就是周烨和唐韵分手了，唐韵托朋友进了我们班群，挽回周烨，现在群里很热闹。然后陈瑶鼓励我现在去追周烨。我先看了一眼班群，唐韵在质问周烨为什么突然提分手，周烨没有现身，大多都是起哄和看热闹的。有人突然提到了我，周烨多受欢迎啊，1个星期前才被孟福表白，现在和你分手不是很正常吗？追他的人那么多，一人1个星期都排不过来。然后唐韵像找到突破口，对着我骂了起来，就是昨天见了孟福他才和我分手的，孟福明知道我是他女朋友，还单独约他出去，还穿得那么骚，真贱。我瞬间清醒，噌地坐起来，气愤地打字反驳。打到一半，群里提醒管理开启了全员禁言，然后沈彻出来了。沈彻，这是班群，虽然毕业了，但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邀进来，老师都还在里面呢。个人情感问题请自己私下解决，解决不了可以报警，放在台面上除了让人看笑话还能怎样？至于昨天孟福约周烨吃饭，同学间约顿饭有什么问题吗？而这位唐韵同学，你昨天对孟福说了哪些难听的话，需要我复述一遍吗？吃完饭后还不想1钱，说不定周烨是因为这个和你分手的呢。这一句绝杀。最后奉劝某些深受欢迎的人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，别给别人带去麻烦。说完，沈彻踢了唐韵，也没急着解除禁言。我打开和他的对话框，刚想发句谢谢，他的消息先过来了，你嘴笨，我帮你骂回去了。看着这条消息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谢谢，那请我吃饭。我想了想，好。退出聊天界面后，我才点进陈瑶的对话框，他刚才又给我发了很多消息，多是安慰我和骂唐韵的。我往上滑，找到他的那句你现在去追周烨吧，长按回复我不想追他了，我发现他这个人不值得。我给他发了语音，把昨天的事详细的说了。陈瑶瞬间炸了，卧槽，他怎么是这种人？一连骂了好几句后，他又问我，那你还喜欢他吗？毕竟暗恋了3年。看到这句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我没有回复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很快，周烨知道了唐韵在群里大闹的事，特意给我打电话道歉。我其实不太想接，但最后还是接了，因为我有事想问他。周烨解释，昨晚和几个朋友喝多了，刚才没醒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唐韵的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不会影响到你，你别担心。我问他，周烨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高2啊，当时我一眼就注意到你了，你模样虽不够惊艳，但很耐看，我一直记得。所以他不记得，不记得高1那个夜市，不记得他为我挡住那个醉汉，不记得当时他受了伤，是我给他按住的伤口。孟福，你在听吗？我回过神来，我在听。其实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每次都看我，我都能感觉到。突然听到这么一句，我不由紧张起来。我以为我掩饰得很好。周烨叹了一口气，但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，我融不进你的世界，你也融不进我的世界，你明白吗？我低低的应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你知道怎么做，对吗？挂了电话后，我把周烨的各种联系方式都删除拉黑了。我做不到像别人那样失恋后还当朋友，我只会把对方全拉黑，把他当死人。整理好心情后，我准备出门，刚才答应了请沈彻吃饭，地点是他选的，很有格调。沈彻状似无意地问，周烨有和你说什么吗？
我点点头，他给我道歉了，还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要硬融。沈彻闻言有些不可置信，真的？我点头，是啊。你把原话复述一遍我听听，小沈老师给你分析分析。我有些莫名，但还是把周夜的原话复述了一遍。沈彻听了，嗤笑道：“你这样以为也好。”我一下听出了不对劲，怎么？他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沈彻摇头感慨，他那意思哪里是要和你划清界限，分明是让你进入他的世界，成为和他一样的人。我一怔，周夜是各种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坏孩子，抽烟打架喝酒，不服管教，叛逆。而我像那种传统的只知道学习和听父母话的乖乖女，她没法成为和我一样的人，她要我成为和她一样的人。我骤然反应过来，她是不是在破我？沈彻轻哼，还不算太笨，脑海中各种细节瞬间浮现。他从一开始就在试探我的底线，看我愿不愿意为了他改变自己的打扮风格。我照做了。然后唐韵大闹，他特意打电话过来，就是为了试探我的态度，看我有没有生气。见我没有生气，就趁机说那种话，让我一步步靠近他，成为他那样的人，然后只听他的话。想清楚其中细节，我只觉得后背发毛，同时一阵干呕。沈彻见我状态不对，急急过来安抚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抓住沈彻的手，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。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一直以为一个能英勇站在我面前，替我挡住危险的人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。我甚至想过，他拒绝我，把我推给沈彻，是因为不想耽误我。我真蠢，越想我越后悔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掉。沈彻急忙抽纸给我擦掉眼泪，自责的开口：“早知道不告诉你了。”同时他又落寞：“你真的很喜欢周夜吗？竟然会应激到这种程度？”我只是抓住他的手，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沈彻叹了口气，将我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。过了许久，我才慢慢缓过来，推了推沈彻：“好点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抱歉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沈彻麻利地脱下外套，递给我：“那你帮我洗。”我突然拿件男生的衣服回家洗，我妈会爆炸的。可是他又提醒了我周夜的事。好吧，我接过沈彻的外套。回家的时候我鬼鬼祟祟，生怕被我妈发现，洗衣服都得等到半夜，我爸妈睡熟之后。第二天衣服还没干，沈彻的电话先来了，说他没衣服穿，让我去陪他买衣服。我认命地爬起来，顶着黑眼圈出门。商场里，沈彻左挑右选，一会儿问我这件好不好看，一会儿问我那件好不好看，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陪女人逛街的感觉。我打了个哈欠，你都试试呗，试了才知道合不合适。有道理。沈彻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，我坐在外面打盹儿，刚眯着，沈彻就喊我：“孟福，你来帮我一下，这衣服背后竟然有颗扣子，我扣不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帮你叫一下导购。”沈彻悠悠叹气：“哎，要不是你把我衣服弄脏了，我也不会来买这些衣服，这么难穿。那你把衣服穿好，别乱露什么。放心，我还怕你占我便宜呢。”我站起来，做了几个深呼吸，推开了试衣间的门。安全起见，我留了一条缝。试衣间里，沈彻背对着我，他拿的那件衬衣是今年火爆的男模秀款，后背大开叉，露出他精壮的腰身，前面大 V 领，露出锁骨，加上他前面扣子也没扣好，腹肌若隐若现，这简直和没穿没区别。我一下捂住眼睛，变得结巴起来：“你怎么拿这种衣服啊？”沈彻从镜子里看我，有些无辜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从指缝里看了一眼，脸色爆红：“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是那些富婆最喜欢的，一般正经人不会穿这种出门的。”沈彻转身拿下我挡住眼睛的手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？救命！”沈彻长得本就好看，眼下又穿着这种衣服，严肃中透着一丝荡漾，我压根招架不住。我别过头急急解释：“我堂姐喜欢，你知道的，高考前我家楼上装修，我去我堂姐家住了一阵子，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。”这样啊？沈彻嗓音拖得长长的：“换都换上了，你帮我扣一下，我看看上身效果怎么样。”沈彻松开我，背过身去，精壮的腰身暴露在我眼皮底下，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沈彻催促：“快点，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在里面干什么。”我心里一急，一咬牙，上手给他扣扣子。扣眼有点小，手指不时碰到沈彻的肌肤，不知不觉已经满头大汗。好了。沈彻通过镜子看我，问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说不定我以后的女朋友也喜欢呢。”镜子里那双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死不言而喻。我想起堂姐说的一些话，心口砰砰狂跳。在想什么？脸这么红？沈彻语气很轻，很暧昧，我连接话的都不敢，转身逃似的出了试衣间。我直接一口气跑到店外，站在空调的出风口，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沈彻这样真的太犯规了。后面我没有进去，就一直在门口等沈彻他出来时提着2个袋子。我没敢看。那个衣服买好了，那我先回家了。他却说：“陪我逛累了吧，请你吃好吃的，怎么样？”我欲哭无泪，这样真的没完没了了呀。最终沈彻还是把我拉去吃饭了。吃饭完，他又提议散步消消食。散步散到江边，他又提出看日落。我们坐在江边的长椅上，江风扑面而来，凉爽宜人。沈彻突然开口：“孟福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喜欢周夜吗？让我看看我有没有机会。”我扭头看他，斟酌了一番，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我模样不够惊艳，身材不够高挑，性格也不讨喜，他又怎么会喜欢上我的呢？”沈彻回头迎上我的目光，似笑非笑：“可能因为你学习很努力吧。”啊，这算什么理由？沈彻正了正脸色，可以告诉我吗？我很想知道。这其实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。我简单的说了一下周夜当初救我的事。沈彻听了后感慨道：“当时如果是我救了你就好了。”我抿着唇，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。沈彻自顾自地说：“我没骗你，我就是觉得你努力学习的时候，身上有一股劲儿，很迷人，我很喜欢。”
那个时候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周烨，你以为你藏得很好，但其实大家都知道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和周烨不合适，我们才是最合适的。孟福。沈彻眼神灼灼，让我觉得周遭空气都变得稀薄起来。我慌乱地低下头，你别这样逼我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沈彻点头，好。看，太阳要落山了。我抬头看着对面的落日余晖，这些天的烦躁暂时被美景治愈。孟福。沈彻不知何时走到后面，我回头听到咔嗓一声，他拿着手机拍了一张我的照片。他说好看，我看看。我刚站起来，他却把手机放进口袋，笑得惹眼，不给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，太晚了。好几天没联系周烨，他好像发现自己被我拉黑了，换了个号码打电话给我。看到陌生号码时，我并不知道是他，接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我，周烨。几乎是条件反射，听到他的声音之后，我立即挂了电话，然后设置了陌生号码拒接。胃部一阵翻涌，有些作呕，我缓了好一会儿。没多久，手机响起，是之前的同学替周烨来问我为什么拉黑他，说大家都是同学，这样不好。我直接把他也拉黑了。我就守着手机，谁来问我拉黑谁？反正毕业了，以后谁也见不到谁。一直到半夜，我才渐渐睡着。第二天是陈瑶生日，他邀请了几个玩得比较好的同学一起过生日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，坐车去了他家。来之前，我征得了爸妈的同意，今晚住他那里。晚上10点，来过生日的同学都陆续离开，我们也准备洗漱睡觉了。陈瑶姐姐神神秘秘地走来，都毕业了，还睡那么早干什么？姐姐带你们去见见世面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和陈瑶看着面前酒吧大门愣住了。姐姐推着我们进去，别怕，这是正经的，都得看身份证呢。所以来之前和陈瑶打电话，她姐姐特意让我把身份证带上，是因为这个。我们进去的时候正是场子大热的时候，和外面简直是两个极端。我看着台上摇摆的男男女女，心生退意，但陈瑶很感兴趣，拉着我就过去了。台上的男模穿着那件火爆的袖款，戴着毛绒耳朵，顶着8块腹肌晃来晃去。哇，腹肌哎，可以摸吗？话音刚落，旁边就有人上手了。陈瑶叫嚷着也要上手，摸到后一阵尖叫，摸到了摸到了，卧槽是真腹肌，孟福孟福，你摸你摸。他抓着我的手就往男模腹肌上按，我吓得急急抽回来，但没想到有人动作比我更快，抓住了我的手。身后突然传来沈彻咬牙切齿的声音，玩得挺嗨啊，还要上手。我回头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彻看了一眼旁边兴奋得忘乎所以的陈瑶，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再说。他拉着我穿越人群往洗手间的方向走，喧嚣的音乐被甩在后面。走廊上，沈彻从兜里拿出纸巾，仔仔细细地帮我擦手。我解释没有摸到，他却会错了意，瞪了我一眼，还怪我扰了你的兴致了，这么想摸直接找我呀，那衣服我也有啊。我顿住，大家解释不是，我是说没有摸到，所以不用擦。沈彻动作一僵，掩饰般的低下头，继续给我擦手，说我还有件衣服在你那儿呢，今天在你家外面等了好久，看你一直不回来，就问了陈瑶。说着，他幽怨的抬眼，我本来想着给你一个惊喜的，谁知道你居然这样，这眼神看得我感觉自己是渣男一样。什么惊喜呀？哼，现在不想给你了。我撅了撅唇，想着该怎么哄他。小沈老师，沈彻本绷真的嘴角弯了弯，又迅速绷直，他敲了下我的额头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，不许摸别人。他微微低头，在我耳边开口，我也有的。热气喷洒在耳边，连带着我脸颊也变得灼热起来。走，带你过去。就在我们准备出去的时候，迎面看见周烨和他的朋友往洗手间这边过来。我本能地抓紧了沈彻的手，他反应迅速，带我躲进了旁边虚掩着的包间里。伴随着周烨他们走近，他们交谈的声音也随之传来。周哥，那个乖乖女真不理你了，还把你拉黑了。周烨轻笑，不过是想引起我的注意罢了，等着我去哄他呢。毕竟那天唐韵确实过分，等着吧，过2天他绝对会自己贴上来，我有把握。哈哈哈，还得是周哥牛。周烨语气怡然自得，大鱼大肉吃惯了，偶尔换换清粥小菜也不错。他们渐渐走远，议论声也逐渐消失。此刻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，白月光不是突然烂掉的，是我一直没有发现。沈彻罕见地骂了句脏话，我抬头看到他脸色阴沉，死死盯着周烨离开的方向。我扯了扯他的衣服，别冲动。沈彻闭了闭眼，压住自己的愤怒，我知道。走吧，我想看看你的惊喜。沈彻带我回到我家小区旁边的小公园里，神神秘秘拿出这个黑色袋子，拉着我到黑暗的角落蹲下。看好了。他解开袋子，里面散发出阵阵微光，我不由探头，紧接着看到一只只的萤火虫从袋子里飞出来。哇，萤火虫，成百上千的萤火虫飞出来，周围被荧光点亮。我惊喜地看着沈彻，你上哪儿找的呀？现在已经很少有萤火虫了。我小时候和外婆住在乡下，晚上经常能看到黄火虫，星星点点的，特别漂亮。后来外婆生了病，临走前抓着我的手说，人死后会变成星星，星星挂在天上的时候是星星，但星星掉在地上就变成了萤火虫，会去找他想念的人。我以后看到萤火虫了，就是他从天上下来看我了。可后来我跟着爸妈搬到了城里，就再也没看到过萤火虫。那个时候不懂，以为是外婆不愿意来看我，伤心了好久。再后来长大了，懂得了，我就把社交账号的签名都改成了想看萤火虫。以前沈彻给我补课的时候，随口问了一句这签名，那时我没和他说这些，只说了一句想看而已。我没想到他会记得。看着周围星星点点的绿光，我好似又回到了和外婆住在乡下的时候，鼻子发酸。沈彻解释说，之前你说想看，我找了很久，要么是没有，要么是无法运输，但幸好我运气不错，聚会那天有人联系我说找到运输的办法。沈彻顿住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沈彻，谢谢你，这是外婆和我的约定，外婆她来看我了。沈彻，谢谢你。我泣不成声。
沈彻连忙替我擦掉眼泪，连连安慰。待情绪平复后，我把外婆的事告诉了他。我满心感激，沈彻，你真的很好。沈彻指腹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痕，问有多好。我缓慢地眨下眼睛，注视着他。好到我想和你谈恋爱了。瞬间，沈彻瞳孔地震，眼神晶亮，但他却克制地说，我同意了。我皱眉，他反应这么平淡吗？刚想后悔，沈彻突然将我抱进了怀里，抱得很紧很紧。不准后悔，后悔无效。和沈彻确定关系后，他迫不及待地公布，然后和我各种约会。这天我们约好回学校看看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当初遇见的那片小树林里，那里搭了几个秋千，我和沈彻坐在上面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十指紧扣。突然沈彻指了指对面那棵树，说当初听到哭声还以为你被霸凌了呢，我还幻想着如何拯救你于水火。我看着他笑，你后面也算拯救我于水火了呀，要不是没有他给我补课，我绝对没那么好的成绩。我们的视线对上，空气一下安静下来。沈彻抬手抚摸着我的脸颊，拇指轻轻摩拳我的唇角，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灼热，灼烧着周围的空气，令我呼吸有些困难。沈彻缓缓低头，声音有些哑，会接吻吗？叫声小沈老师，我教你。往常给我补课的时候，他说过最多的就是这句话，我心口砰砰狂跳，恨不得从嗓子眼跳出来一般，又期待又紧张。我听到自己甜腻发紧的声音，小沈老师，你教教我呀。下一秒，沈彻低头吻了过来，我脑袋暖间炸开无数烟花，身体变得绵软。起初他还很轻很温柔，后来就有些克制不住了，我嘴唇发疼。等我被松开时，头晕目眩，很不真实。沈彻哑着声音，你太犯规了，弄服。明明是他让我这么说的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道颤抖的声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和沈彻双双回头，看到周烨满脸震惊地站在我们身后不远处，双目赤红，拳头紧握。沈彻一脸的理所当然，谈恋爱呀，很奇怪吗？周烨脸上出现恐慌，急急开口，孟福，我想起了，我们高一的时候见过对不对？我点头。周烨又说，孟福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怕耽误你。这2年你关注我的时候，我又何尝没有关注你呢？你很优秀，和我是2个极端，我不敢肖想。我歪了下脑袋，所以你想把我拉进深渊？但我不明白，周烨，你又坏又恶劣，那当初又为什么会冲到我面前救我呢？周烨愕然，半晌都没有说出一句话。不过有句话你说的对，好学生应该和好学生玩，谈恋爱也是。周烨猛地后退2步，身形跟呛。我站起来，拉着沈彻，转身离开了小树林。沈彻美滋滋地重复我刚才那句话，好学生该和好学生玩，谈恋爱也是。我说过的孟福，我最适合你。我抬头看他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月亮奔我而来，你就是那个月亮。沈彻惊了一瞬，随即低笑，我的荣幸。全文完。